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法国是从哪里开始的？或者法国最古老的村庄在哪里？根据许多历史学家的说法，是马赛的勒帕涅尔区。纵观其历史，勒帕涅尔区一直受到移民、贸易、文化交流影响。从最初的希腊定居点到后来繁华的中世纪港口，该地区见证了无数文明的潮起潮落。中世纪期间，勒帕尼尔作为海上贸易中心蓬勃发展，吸引了来自地中海各地的商人。该地区迷宫般的街道和密密麻麻的房屋反映了它这时期作为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的见证。在18世纪和19世纪，勒帕尼尔经历了进一步的发展，建造了宫殿式的房屋和优雅的广场。当然，该地区也面临过无数的挑战，包括疾病爆发和毁灭性的火灾。这一切都在城市的结构中留下了印记，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旅程从最重要的历史地标 Hôtel Dieu 开始，这是中世纪医院，现在是豪华洲际酒店的所在地。您可以观看我另外一个视频来了解这个宏伟的历史地标。当您面向洲际酒店时，游览从您的左侧的大卫广场开始。Place de Daville， 这是马赛的第二区，是马赛的发源地。如果说马赛是法国最古老的城市，那么这个区就是法国最古老的区。我们的参观从拐角处的小教堂开始，勒阿库莱斯，其历史可追溯至11世纪，体现了罗马式和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风格。在教堂的旁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楼梯，从楼梯口大家可以看到前往老慈善院的标志。大家可以顺着这个标志一直找到重要的一个地标老慈善院。这次旅行将沿着2条中心线前往该地区的2个主要历史地标。第一个就是 Vieille Charité， 英文叫 Old Charity 老慈善院。第二个地标是 Cathédrale de la Maillot 马赛主教堂。这2个地标它都能让我们一睹该地区传奇的过去，这将成为这个视频的2条中心线。勒巴涅区以其街头艺术而闻名于世，因此您只需要沿着 La Vieille Charité 的标志，随处可以见到墙壁的涂鸦艺术。您喜欢这样的街头艺术吗？请在留言区里分享您的看法。从这里可以走楼梯下去，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确实，您可以花点时间欣赏墙上甚至门上的每件艺术品。我就像走在一个露天的大画廊里。这的确是马赛移民登陆地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您可以到处找到各种移民生活留下的痕迹，那么真实而又模糊久远，因为无数世界各种民族文化传统在不同时期的叠加。
而后又生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一种世界上只有马赛才有的文化，这就是马赛的独特之处。所以马赛人经常认为自己并不是法国人，他们自称为我们是马赛人。您觉得呢？这就是马赛的魅力。下个壁画，塔罗牌。大家可知道，马赛的塔罗牌是法国最传统的塔罗牌，它历史悠久，艺术风格非常独特。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被全世界公认为塔罗牌中最早的版本之一。我非常荣幸拥有一副由马赛塔罗牌家族加缪家族签字的原版塔罗牌。好了，现在我带您去看另一幅壁画13，再加上塔罗牌中的一张牌叫国王。13是马赛所在的省，叫布什德洪的罗纳河口省的邮政编码。那么您自己去想这幅壁画的意义吧。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街的名字叫 Rue de Bagné， Bagné 在英文中是篮子的意思，也就是 basket。 我非常喜欢这个很接地气的名字，篮子，生活，油盐柴米，人间烟火，这不就是这个区的魅力吗？它充满着生机，它充满着人类最初的朴实与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这就是我称为勒帕尼尔之女的壁画，它非常有代表性。亲爱的观众，您还能在这个地球上找到这样一块地方吗？拥有悠久的历史，不断地叠加新的文化，不断地经历人世间的沧桑，而又那么顽强地傲立在地中海之边，呵护着一颗地中海蓝色的心。每次我行走在班涅的街道，狭窄弯弯曲曲的街道里，我不觉得我是在游览，而是在触摸那最本能的人类的灵魂，地中海的灵魂，也在触摸这历经沧桑百年沧桑的马赛人的伤口。这个小店叫做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班涅调味品，真好的名字，生活的调味品，马赛的调味品。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遗址是最初马赛的第一个喷泉，是在16世纪发现的，是由古希腊人建造的。好了，现在我们去寻找老慈善院。我们第一条
中心线的目的地。大家看到这个标志了吗 ？Vieille Charité 老慈善院。我现在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非常具有马赛特色的广场。古老的石砖，普罗旺斯的梧桐树，阳光和阴影之间的游戏。你能想象午后或黄昏，街民们聚集在这里喝开胃酒、拉家常，或开怀畅饮，或者是窃窃私语。你能想象出那一幅人间烟火吗？好了，这就是我们第一条中心线的目的地 La Vieille Charité 老慈善院。门前有一口希纳古井，你能感受到那份时间的重量吗？老慈善院是一座建于17世纪的历史古迹，最初的目的是为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提供临终关怀，由著名法国建筑师 Pierre Puget 设计。您知道吗？这个建筑师就住在勒帕尼尔区，就在老慈善院不远的一条街。等一下我们会有机会看到。现在是大概早上11点半，大家自己去感受马赛才有的光与阴影之间的游戏。我在法国，也在世界很多地方生活过，我没有见过这样蓝的天，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Côte d'Azur 蓝色海岸。蓝色海岸又何止只是地中海的湛蓝。2楼有一个古埃及艺术品博物馆，听说很多人像雕塑是用真正的人的头颅制作的，所以我没有进去。现在我们再到3楼去看一看。好了，我把这片光和影交给你吧，这段时间长廊交给您自己去感受吧。这是3楼的非洲博物馆。大家如果喜欢逛博物馆，在这里可以花上大半天的时间。主体建筑类也是一个博物馆，今天没有开馆。
在离开这个优雅的庭院之前，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小的植物园。里面展示了生长在勒帕涅尔区的植物、香料和鸟类。结束完对老慈善院的参观之后，往前行就能看到这条小巷，叫 Rue de Petit Bruit 小井街。这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老慈善院的设计者 Pierre Buget 生活过的旧址。Pierre Buget 也设计了我们从起点时看到的 Hôtel de Dieu， 也就是那个中世纪的教堂，今天是豪华的洲际酒店。现在是正午时分，马赛最让我着迷的，而永远难以忘怀的，就是它的光线在古老的建筑上投下的阴影，它光线与阴影之间的舞蹈，随着一天太阳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不同的美景。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品，什么都阻止不了人们对于生活美好的追求。大家看到这个街面上的庭院了吗？岁月流失了，现在的马赛人还是延续了过去生活的传统，就在街面上搭一个小小的庭院，一半生活在室内，一半生活在室外。也许我们没有华美的后花园，但是却阻止不了我们与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相互照顾，不是吗？这是普罗旺斯的象征。蝉壁画上的句子是：我们需要您来创造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露天画展，这些画就那么整齐地排列在墙上，似乎也没有人看管，也并没有什么商业行为。勒帕涅尔区的艺术家用他们独特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想向世界传达的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Gather them to put them inside during the night or not, but it's amazing quite. Express their creation. That's amazing. Let's continue this exposition in the street of Albania. 这幅红色的画表达的是马赛另一个著名的地标，叫马赛守护者圣母院。我会在另外一个视频里向大家呈现我攀登这个圣母院的整个过程。在这个精美的广场有一个标志性的酒吧，叫做 Bar de Trescoin， 在许多电影上都出现过。
我渴望向您呈现勒帕涅尔区的每一个小小的角落，去寻找过去的时光。这个法国最古老的村庄承载了多少生命的重量呢？有时我觉得它充满了活力，有时我又觉得它满目的沧桑。那么我就把这双翅膀借给您，您让自己的想象力去飞翔吧。这个色彩缤纷的露台餐馆叫 Ostoria， 是一家意大利餐馆。您下次来马赛的时候，别忘了到这里来喝个咖啡，品尝一下餐厅主人自己做的小羊角面包。餐厅女主人曾经在游轮上工作过，于是她把对海洋的怀念带到了餐厅。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有趣的 Airbnb 的租客到这里来取钥匙。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做法，整条街的房东都会把钥匙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下次来马赛知道到哪里来取钥匙了吧？这幅壁画是法国著名作家叫 Marcel Pagnol 翻译成中文的小说有《父亲的荣耀》，他描写过非常有趣的法国南方的生活习俗和市井味道。这条街叫避难街，这幅壁画非常有名，叫做教育的方式。这条街有女子公立学校，还有一个儿童艺术博物馆。Where there is a museum, the art for children. This is the very interesting historic area that we call Musée des Arts. Some dedicated entirely to children. So we see these children for the opening of the museum. So that is the entrance of the museum. The children are waiting.我年轻时在马赛居住过3年。法国朋友们告诉我，马赛并不是法国。
只有2种可能性：您或者爱上马赛，或者是痛恨马赛，没有第3种选择。朋友们曾几次问过我的选择是什么，这就是我为什么飞奔在勒帕涅尔区蜿蜒的街道上。我是在找答案，一个迟到了近20年的答案。我深深地爱着这个城市，但是我并不知道，就是这样奇怪的答案。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check this place. Look at this heart. We have to say, wow, isn't it? 大家看到眼前的这幅场景了吗？这就是我内心对于马赛的深刻理解。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一个曾经芳名于世而却又累迹斑斑的城市，一个让人心碎却又忘不掉的城市。问所有在马赛生活过的朋友，您爱马赛还是痛恨马赛呢？走不完的世纪，一层又一层，一段又一段，时代的阶梯，历史的痕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同的传统，这一切都那么复杂，混杂在一起。我们真的有答案吗？我们现代人真的有答案吗？亲爱的观众，谢谢您的耐心和陪伴，我们一起走完了勒帕涅尔区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今天早上的起点，洲际酒店，也就是马赛重要的地标建筑之一 Hôtel Dieu 那个中世纪医院。游览的第1条中心线结束了，现在我们开始第2条中心线，另外一个绝美的地标 Cathédrale de la Maillot 马赛主教堂，也叫马赛梅杰教堂。只要回到
勒帕涅尔区的街道，您到处都可以寻找到这个标志 Catedral de la Mayo。 towards the ocean. 总而言之，您只要朝着海的方向去走，就一定能见到这个宏伟的大教堂。 A gigantesque cathedral. 为了让您更好地去欣赏这个旷世杰作，我从各个方向和不同的角度来展示 I want 给 to 您。 show you from this angle to have a better perspective of this cathedral. 看到教堂左边的游轮了吗？我当年在马赛生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游轮港口。马赛就是这样的城市，永远在变化。梅杰大教堂是马赛最华丽的地标，建于19世纪，采用新拜占庭风格，复杂的马赛克立面和雄伟的双塔。这是一个宏大壮观，耸立在地中海的边上，见证了马赛数个世纪的欢乐与沧桑。如今梅杰教堂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游客来马赛必到之处。看过我过去视频的观众，您可能还记得我的观点，我不愿意把参观教堂作为一个宗教的仪式，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次灵魂之旅和精神的享受。好的，现在我邀请您沉浸在梅杰大教堂的宏伟与美丽中。When we exit 当我们离开大教堂时，还记得吗？左边就是勒帕涅尔区，前面是 Musée 著名的 Musée 叫 Museum， 它的建筑独特而新潮，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向大家介绍。现在大家向左边的这条街叫 Rue de Cathédrale 大教堂街，往前走的时候别忘了回头，您会惊艳于如此的美景。朝着这条街往前走，大概10分钟就能看到这个典型的马赛广场，叫 Place de l'Ange， 我把它翻译成蓝旗广场。这是勒帕涅尔区最重要的广场，也是游客必到之处。大家眼前的就是马赛守护者加德圣母院，大家可以到这里来午餐或晚餐，面对着加德圣母院从清晨到黄昏的不同美景。 enjoy sunshine, lunch, and a beautiful perspective. Square called Place de l'Ange. 这是马赛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市长，叫 Henri Dassault。
好了，这个广场就是我们第2条中心线的终点。现在，如果您面对着守护者修道院，从您的左手边往前步行10分钟，就能回到今天早上我们的起点洲际酒店。好了，谢谢收看，下次再见。